海童吃完了面条，照例把厨房收拾干净，然后出来对战印说道：“我先走了，你出门时记得把家门反锁。”战印看他两眼，又低头吃他的面条。对了，家里的水果我拿一点过去给我姐吃，可以吗？他那天买的水果有点多，等婆家人走后余下很多，都放在冰箱里，他夫妻俩吃不了那么多，放久了会坏。战印这次说话了，姐姐又不是外人，你想拿就拿，不用特意问我的意思。在这个家里，除非是大事情，否则你都可以自己做主。咱们不太熟，我都是住在你的房里，征求你一声是对你这个丈夫的尊重。我也不是福姐魔，什么好东西都往娘家搬的人，只是那天买的水果多了点，咱们夫妻俩又吃了那么多，放久了会坏，分一点给我姐吃，不用坏了反倒浪费掉。战印嗯了一声，海童见他没有意见，便装了2袋水果送过去给姐姐。海玲还说，妹妹你不要什么东西都往姐姐这里搬，姐要是想吃就去买啊。家里就我和战印2个人，我偶尔吃点，战印不喜欢吃水果，放着也是坏掉，反而浪费了。他叫我给姐送过来的，还说姐不是外人，他就没有看到过战印吃水果。他每天早出晚归的，一回来就往他的房里钻，到第2天再出来，压根儿不会在家里拿东西吃。海童怀疑自己不给他做早餐，他就像以前那样到外面去吃，家里可能连杯开水都不会有。妹妹这样说，海玲便收下了2袋水果。海童陪着外甥玩了一会儿，就回店里忙活了。那边的战印在海童一出门，就赶紧把那碗未吃完的面条倒进垃圾桶里，一开始吃，觉得酸酸的，味道还不错，但吃着吃着就觉得越来越酸，他实在是吃不下去了。都说了，他不吃醋来，怕海童晚上回来看到他倒的面条，他很勤快地拎着垃圾袋出门，保镖们都在楼下等着他。大少奶奶先出门的，他们就不用担心大少奶奶发现。看到大少爷提着垃圾袋下楼来，保镖们都有一瞬间是呆若木鸡的。跟在大少爷身边多年，他们看大少爷就是神，目下无尘的。战印把垃圾扔了后，走向他的车子，走了几步，发现保镖们没有跟上来，扭头扬声问着，被孙悟空定住了身，一个个站在那里像个呆头鸭似的。众保镖回过神来，忙跟上前。战印用来装穷的那辆商务车，每天都是由一名保镖开到战氏集团。等战印要回家了，他再开着那辆商务车回来。半个小时后，战印的车子刚到公司门口，就被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以嚣张霸道的姿态横着挡住了去路。跑车上的红衣女孩披着一头波浪式的长发，五官精致，脖子戴着一条钻石项链，白净的手腕上也戴着钻石手链，耳坠也是钻石的。总之她浑身珠光宝气。拦住了战印的车子后，她下车走到劳斯莱斯旁边，敲着战印的车门。战印按下了车窗。商小飞，给你2分钟时间把你的车开走。战印冷冷地开口。商小飞是商氏集团董事长的掌上明珠，也是总裁商无痕的胞妹，在商家深爱宠爱，是管城最有身价的千金小姐。战印，你等等。商小飞像是记起了什么似的，扭身就跑回他的跑车，从跑车上捧下了一大束鲜艳的玫瑰花。他抱着那一大束的玫瑰花跑回来，把那束玫瑰花就往车里塞去，嘴上说道：战印，送你一束花，你和我大哥是不对盘，但我就是爱你，我觉得我该向你表白，让你知道我对你是真爱。商氏集团和战氏集团也不能说是死对头吧，就是有些行业都有涉及。老话都说同行相忌，两家在生意场上便有争斗，关系不太融洽。偏偏商无痕的亲妹妹商小飞在多年前的一次宴会上对战印一见钟情。碍于两家在生意场上有争斗，不仅是哥哥，连一向宠着他的父母都不赞成他追求战印。商小飞虽被教养长大，却不是没有脑子的人，他想过放弃战印。可惜的是，花了几年的时间，他都无法忘记战印，反而越来越喜欢。他特别喜欢战印这种冷冰冰的气质，觉得他很酷。也因为战印不喜欢年轻女性接近他，
让商小飞生出征服欲，决定不管家里人怎么想的，他既是忘不了战印，那就大胆的表白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商小飞要公开追求战印。战印的脸一下子就黑了下来，他一手夺过那束花，再扔出去，扔得远远的，然后按上了车窗，冷冷地吩咐着司机开车。战印，战印，我爱你，我要追求你。商小飞拍着车窗，大声喊叫着。战印的司机一边把车开动，一边问着：大少爷，商小姐的车撞。司机倒是没有加大油门撞过去，而是由后面的一辆保镖车加速上前，撞开了商小飞那辆价值好几百万的法拉利跑车，发出一声巨响。值班的保安看得目瞪口呆的。把商小飞的车子撞开后，战印的劳斯莱斯很快便开进了公司里。商小飞也愣住，看着自己那辆新买不久的跑车被战印的保镖车撞得破损不堪。他愣愣地看着，反应过来后，他想追上前去，保安已经把公司的大门关上了。战印！商小飞大声叫喊着：你把我的车撞坏了，你得送我一辆新车，这是你欠我的，我会天天来找你讨要新车的。虽然心疼自己的车子被撞坏了，转念一想，正好有借口来缠着战印了。商小飞又觉得这一撞是给他撞出了更多的机会。总之他向战印表白了，也明明白白地告诉战印，他要追求他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他做过以后也不会后悔吧。话说，战印就这样撞开他的跑车的举动，真是酷呆了。当然，撞的不是他的车的话，就更好了。值班保安心想，商小姐今天莫不是向天借了胆，居然敢跑到战氏集团来撒野，还说要追求他们战总，真是胆大包天呀！今天的事情不要让大少奶奶知道。战印提醒着身边的人，保镖们都应着。大少爷已是有家室的人，商小姐还公开向大少爷表白，这种事情当然不能让大少奶奶知道。由于商小飞的表白，战氏集团不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。战印走进办公大楼时，职员们都不由得多看他两眼，却见他神色如常般的冰冷，两片薄唇抿得紧紧的，在保镖的簇拥下，大步流星地走进来，是那样的帅气，宛如王者驾临。这样一个男人，的确很容易勾走年轻女性的芳心。公司里也有很多年轻的女职员，无意中看到过战总的真人后，被他折服，心生爱慕的。当然没有人敢向战总表白，更没有人敢行运起来倒追战总的。战家门槛在普通人的眼里太高了，哪怕知道战家的男儿都很专情，问题是要自己能得到战家男人的真心呀。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战印便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商无痕，好一会儿商无痕才接听他的电话。哟，今天的太阳是打西边升起来的不成？战总居然打电话给我，有什么好关照呀？商无痕嬉皮笑脸的在电话里打趣着战印。商无痕，管好你妹妹。提及妹妹，商无痕神色一凛，问道：小飞怎么了？他知道妹妹一见战印误终身，暗恋战印好几年了，最近还跟他提及过想向战印表白。想到这点，商无痕眉心直跳，他那个胆大包天的妹妹该不会真是去向战印表白了吧？他就咋那么喜欢战印那张棺材脸呀？他纠缠我啦，现在还在我的公司外面，是你过来把他带走，还是我让人把他轰走？我马上让他大嫂去带他回家，不敢麻烦战总了。战总，你忙吧，你忙哈。战印冷哼一声，便挂断了电话。商无痕被战印挂断电话后，气得不轻，不是气战印，是气自家妹妹。他当即打电话给老婆，等他老婆接电话后，他问老婆：你现在哪里啊？我陪妈逛街，怎么了？你似是在生气，你现在就去战氏集团把小飞带走。这死丫头还真是跑去找战印，纠缠战印。战印什么脾性啊，能容忍他的纠缠？商无痕气妹妹不听一家人的劝阻，依旧深爱着战印，也担心战印会对妹妹不客气。战印冷冰冰的，脾气可不好，惹毛了他可不管对方什么身份啊，直接就轰出去，还会做些让对方颜面无存的事。战印是管城商界太子爷，他的一言一行很容易被媒体放大来说话，被他针对的人
在经由媒体报道，往往名声扫地。商无痕就怕唯一的妹妹会被战印毁了名声，在管城混不下去。商大少奶奶听了后说道：“我现在就过去，你也别气了。小飞就是想努力一把，要是失败了，他也能死心了。他要是什么都不做，他会后悔的。战印不是他能掌控的，你多劝劝他死心吧。战印身边除了亲人，就没有出现过年轻的女性，他就是个无情人，没心没肺的，怎么说小飞都听不进去。商无痕也是拿妹妹没有办法，我现在忙着，没空去管他。老婆，小飞就拜托你了，你忙吧，我现在去接小飞，带着她一起陪妈逛街吧。妈最近情绪低落。商大少奶奶跟婆婆的关系很好，见婆婆最近情绪低落，她便哄着婆婆出门逛逛街，购购物，或许就能让婆婆开心点。商无痕忽地沉默了，他知道母亲情绪低落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亲小姨到今没有半点消息。母亲这辈子最念叨着的便是她的小姨了。商太太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她幼时家里人都离世了，独留下她和小她4岁的妹妹。姐妹俩被送到了孤儿院，后来遇到有一对有钱的夫妻俩来孤儿院挑选孩子想收养。那对夫妻俩看中了商太太的妹妹，商太太当时也就8岁大，妹妹也才4岁大。她舍不得妹妹，但也知道妹妹被人收养好过在孤儿院成长，便答应了让那对夫妻俩收养妹妹。之后姐妹俩拍了一张照片留念，自此姐妹俩分开了，一分开便是几十年。商太太长大后离开了孤儿院，她是个聪明好强的人，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商界的精英，深得老板的信任及倚重，还吸引了老板的长子，最后嫁入了豪门，成了商家的当家太太。从她有能力之后，她就没有放弃过寻找妹妹，几十年来都没有半点消息。前不久，商无痕总算有了一点关于小姨的消息，便是找到了当年那对有钱的夫妻俩。母亲欢喜得很，他和父亲陪着母亲找上门去。得知的是，那对夫妻俩收养了他的小姨，1年后便有了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就对小姨不好了，更担心小姨会分家产什么的，便让家里的佣人把小姨带走，转送给他人。过了几十年，那个佣人早就归西了，佣人的家人对此事全然不知，故而他小姨到底被转送给谁了，都没有人知道。就因为这件事，让他的母亲心情低落，如今还想找到他小姨，只能通过母亲保留至今早已泛黄的相片了。他已经把那张早已泛黄的相片放到互联网上，希望能借此来找到他的小姨或者小姨的儿女们。老婆跟妈说，只要小姨还活着，我们总会找到小姨的，就算小姨不在了，我们也会找到小姨的儿女的，让妈放宽心点，将来找到了小姨，还得妈去辨认呢。商无痕是母极孝，希望母亲能振作起来。商大少奶奶恩着，我会的，你忙吧，我去接小飞了。无痕，要是小飞不听劝，要不就让他试试吧。战印虽然冷了点，却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。事实上，战家的男儿都值得付托终身。商大少奶奶内心还是支持小姑子的，凭小姑子敢向战印表白，她就觉得小姑子适合战印的。两家也是门当户对，虽说因为生意竞争啊，关系不太好，平时见了面倒也能客客气气的打声招呼。要是小姑子能拿下战印，嫁入战家当大少奶奶，也能缓解两家不太和睦的关系。商小飞最后被他大嫂接走了，至于那辆被撞坏的跑车，只能打电话叫人来拖走了。被大嫂接走时，商小飞还跟大嫂说道，战印撞坏了我的车，正好给我赖上他的借口。大嫂，我既然迈出了这一步，就要坚定地走下去，不花上3、5年时间来追求战印，我都不甘心。大嫂，你对我最好了，我大哥又是最听你的话，你帮我跟大哥说说情吗？不要干涉我追求幸福的权利啊！商小飞是很羡慕兄嫂的爱情，当年也是大嫂主动追求大哥的，花了1年的时间就追到他哥，婚后反过来了，他哥把他大嫂宠上了天。大嫂不止一次跟他说，当年要不是义无反顾的追求真爱，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。商大少奶奶一边开着车一边说道，小飞，大嫂是很支持你追求你自己幸福的，但那是战印
战印在咱们管城是什么名声？出了名的不近女色的，你看过他身边有年轻的女性吗？况且我们商氏与战氏也不对盘，你大哥和战印不能说是仇家，但也是对手，你见不得我好，我见不得好的那种。这种关系的对手，大嫂怕你被战印利用，也怕你被战印虐待了。他不会虐待老婆吧？他们战家的家风那么好，战家的男儿宠老婆也是出了名的呢。商小飞目睹了兄嫂的恩爱，自然也盼着自己嫁人后深得丈夫的宠爱。管城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里，就属战家的男儿宠妻最为出名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大哥也是为了你好。小飞啊，现在不说这些，妈还在爱马仕专卖店里等着我们呢，先陪妈妈逛逛街吧，散散心。为了你小姨的事，妈这几天都心情低落得很。商小飞抿抿嘴说道，妈和小姨都分开几十年了，小姨又不知道被人转送了多少手啊。那张相片说不定也无法保留下来，想找小姨如同大海捞针，总要找找的。商小飞不说话了。哎，母亲就只有这样一个心愿，他们身为儿女的，总要帮着母亲圆了这个心愿的。海童并不知道自己有情敌，他在店里忙了一整天，如常的在晚上11点关上店门，然后骑着他那辆电瓶车回家。管城是个繁华的大都市，哪怕已是深夜11点，街头上也还有不少人走动，路边的大排档还有很多人在喝酒吃烧烤，好不热闹。海童骑着电瓶车从那些大排档面前过，有些青年看到他，还会朝他吹几声口哨，他充耳不闻，懒得搭理这些人。在一处红绿灯路口，恰好是红灯，他便停了车。哎，等到红变绿后呢，他重新开动车子，刚穿过红绿灯路口，车子忽然不动了。他以为是没电了，但一看电量还是满格的呀，怎么就不动了呢？海童试了几次，车子就是不动。奇了怪了，哪里出了原因？海童姐，真是你啊！我刚才看着你的背影很像，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一辆车停在海童旁边，车上的人按下了车窗。海童一看是好友的表弟张念生。念生，海童回应他一声，说道：“我这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忽然就不动了，电量还是满格的呢。海童姐，你等等，我把车停在路边，免得挡了别人的路。”张念生说着便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，这才下车走过来帮海童看了看后，抱歉地道：“海童姐，我不懂修车，也不知道你这车是什么问题，要不我帮你打电话叫人来拖去修一修，你先坐我的车回家。”海童问他：“你知道附近有维修电动车的？”张念生笑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你把车交给我处理，我保证明天还给海童姐一辆能正常行走的车子。”老友的表弟，又是认识了好几年的，海童还是信任张念生的，便说道：“那就麻烦你了。”张念生很开心自己能帮到海童，当即打电话，也不知道他打给谁，海童只听到他报地址。之后两个人在等着那个人来拖车。大少爷，司机眼神好，看到红绿灯对面的那个女子，身形特别像大少奶奶的。趁着等红灯时，他扭头对闭目养神的大少爷说道：“大少爷，那个女的好像大少奶奶。”闻言，战印睁开了眼，看向前方，看到路边是有一男一女。那个男的他没有认出是谁，可能是距离有点远的缘故吧。那个女的还真的像是他老婆呢。怎么说都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一段时间，战印渐渐熟悉了海童的身影。等会路过的时候，车速慢一点，确定一下是不是他。好。战印掏出手机想打电话给海童的，想了想，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很快，红灯又变成了绿灯。战印的豪车队在经过的时候，车速略慢，让车内的战印得以确认了那个女孩子就是他的妻子海童。那个男的是谁？他是在这个车子开过后才记起来是谁。张念生，他的情敌啊。海童和张念生在一起，还是凑巧在路上遇到的。战印心里有一团，却不吭一声，更没有打电话给海童。豪车队远去，张念生对远去的那列豪车队对海童说道：“刚刚过去的那几辆车，有一辆是战少日常惯坐的专车呢。”
还是车队过去了，张念生才反应过来。海童随口问道：“哪个站少？”首富战家的大少爷，也是战氏集团的当家总裁，上次宴会上他露了面的。可惜海童姐，我和君姐只顾着吃东西，没有看到战少的丰富彩。张念生挺崇拜战印的，我跟你们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。那天晚上我是舍命陪君子，抱着尝尝7星级酒店美食的心思去的，什么战少，什么首富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打交道，何必去一睹他的风采？心里想着，那么多人把战少围得水泄不通的，他就算想看也看不到呀。念生，你看过战少？他是不是有3头6臂啊？张念生扑哧的笑了，战少也是正常人，哪有3头6臂？他就是比一般人要好看些，然后气场很大。他跟我说话时，我都生出了受宠若惊的感觉。他就算是正常人，也不会跟我这种正常的普通人打交道。海童对那位首富战家的大少爷，顶多就是在宴会当晚八卦了一下，之后就把对方抛之脑后了。正如他所说，战少再普通，也不会和他这种普通人打交道的。他不能说是社会最底层的人，但也高不到哪里去认识的。最有钱的人，除了好友沈小军之外，便是张念生了。张念生算得上是豪门阔少，首富家的大少爷与他不在一个世界里，此生都不可能有交集。张念生笑笑，没有接话。他从来没有看低过海童，但不代表其他豪门阔少会看低海童。他知道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都是凭家世、身份地位来说话的。参加大型宴会时，连他这个张家少爷都得八面玲珑，主动去结交那些老总们，还不一定能得到别人的青睐。车来了，张念生叫来的车子停靠在路边，车上的人下车走向两人，叫了张念生一声少爷。海童才知道他叫了他们家里的司机过来。张家司机不知道跟谁借了一辆皮卡车，他和张念生合力的把海童那辆不会动的电瓶车抬上了皮卡车上。张念生对海童说道：“海童姐，现在太晚，修车店应该关门了。王叔明天会帮你拉车去修的，修好后给你送到店里去。”谢谢。海童由衷的向张念生感谢，要不是遇到了他可能就要大晚上的推着电瓶车步行回家，那得走到天亮啊。张念生笑眯眯的：“咱们这么熟呢，不用谢了。海童姐，上车吧，我现在送你回家。你还是住在你姐家里吗？”“不，我现在住在明苑花园。”“念生，今晚幸好遇到了你，否则姐得走路回去，还得推着那辆车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明明电量是满格的，偏不会动了。”他怀疑是哪条线路断了。海童上了张念生的车，张念生知道她嫁人了，嫁的男人也是姓战的，但与首富战家无关。现在海童是和她丈夫住在一起吧？她倒是没有冒昧地问海童的男人的名字。在送海童回家的路上，张念生问她：“海童姐，你要不要吃宵夜？”“哎，我请你吃。”海童笑道：“偶尔吃，一般情况下不吃。这么晚了，你明天还要上班，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。”这是拒绝了。张念生也不强求，他很清楚海童的性格，他要是拒绝了，你再坚持，容易让他反感。回到了明苑花园门口，海童就让张念生停了车。“我自己走路进去了。”张念生是很想送他到楼下的，这样就能知道他住在哪一栋了。但明苑花园这种高级小区也不是随随便便能进去的，最终张念生放弃了。他想知道海童住在哪一栋，问一声他表姐便能一清二楚。“念生，今晚谢谢你。”海童再一次向张念生道谢。小事一桩，海童姐已经说了好几次谢谢我了。真要谢谢我，改天有空请我吃饭如何？海童笑：“行，改天和你表姐一起请你吃饭。”张念生抿抿嘴后说：“就不能只有咱们两个吗？”“也行，你怕你姐唠叨你是吧？”张念生笑笑，算是默认了。海童向他挥手说再见，便刷了卡进了小区，一直到他的身影看不到了，张念生才按上车窗，把车开动。海童步行着回到自己的小家，掏出钥匙就开门。很快他发现门被反锁了。战印是不是以为他先回来，
所以他一回家就把门反锁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把他叫醒。奶奶说他睡着的时候，要是打电话给他，把他从梦中吵醒，他会特别生气的。海童看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过了。战印平时归家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，应该还没有睡吧。海童便给战印打语音电话。战印还没有睡，他是故意把门反锁的。为什么这样做，他也不清楚。反正看到海童和张念生在一起，两个人感觉还挺般配的，他就老大不爽。那个心机女分明是觉得从他这里要不到太多好处，就忙着找下家了。奶奶都被他骗了。满打满算，奶奶认识海童也就3个多月，能有多了解海童啊？偏偏奶奶因为感恩，非常信任海童，还念叨他娶了她。看着手机不停地响，战印没有接听海童打来的语音电话。响了好一会儿，海童自动挂断了，但没过1分钟，他又打过来，一连打了3次，战印才接听的。战先生，你睡了吗？有事。战印冷冰冰地反问他。你把门反锁了，我进不去啊。战印沉默片刻后，语气依旧冰冷，还带着些许的讽刺。我以为你今晚去住高级酒店。海童听出他话里的讽刺，却莫名其妙的，他怎么就要去住高级酒店？他忽然阴阳怪气，夹枪带棍的，他得罪他了。战先生，你能开一下门吗？海童好脾气的不跟他计较他的阴阳怪气。战印不说话。夫妻俩都沉默了一下后，海童说道：战先生想让我去住高级酒店也行，反正我随时都带着你给我家用的那张卡，我就去住那个管城大酒店刷家用卡。战印，等着，冷冷地说了一声，他便挂了电话。又过了几分钟，他才出去开门。门一开，他转身就走。海童进来后，再次把门反锁上。见他快要进房了，海童忙叫住他：战先生，请留步。战印停下来，但不回头。战先生，你今晚说话阴阳怪气，夹枪带棍的，我想知道我哪里又得罪了你？有问题当面谈，别带着问题过夜，每天给我脸色看。要是天天把我挡在门外，我可以搬出去住，这房子是战先生的，你的房子你做主。海童也有气。战印转过身来，乌沉沉的黑眸看着海童，那眼神深沉冰冷。海童怀疑他站久了，他能把他冻成冰雕。你今晚是怎么回来的？什么？海童不明所以。谁送你回来？海童愣了愣，他都在小区门口下的车，他还能看到张念生送他回来吗？他莫不是有千里眼？还是他从张念生的车上下来时，恰好被回来的他看到，他都没有留意到他呢？海童，我们已经签了协议，只需要半年时间，我们便能离婚。你等我们离了婚再找下家不行吗？非要提前找？现在我们还是合法夫妻，你找下家就是给我戴绿帽子。虽然我不喜欢你，也不可能爱上你，但是男人，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不喜欢戴绿帽子。战印就是不喜欢看到他和张念生在一起，他会阴阳怪气的，是在生气，气他这么着急的找下家，给他戴绿帽子。张念生暗恋他的呢，那是他的情敌，这是无关情爱的问题，而是面子问题，是一个男人的尊严问题。海童左顾右盼，想找什么东西，没有看到趁手的东西，他直接把他手上的那只装着钥匙。手机的钱袋子用力地砸向战印，他练过散打，砸人的水准相当不错。战印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招，一时不察，被他的钱袋子砸个正着。因为里面有钥匙有手机，他又是朝着他的嘴巴砸来的，被砸中后，战印只觉得嘴上生痛。他一脸黑线瞪着海童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的。砸了人的海童走过来，弯腰捡起了自己的钱袋子，语气也很不好。战先生长着一张喜欢胡说八道的嘴，该砸。缘由不问，就靠你那脑瓜子胡思乱想。战先生平时都是这样专制霸道、自以为是的吗？战印摸着被砸痛的嘴，使劲地瞪他。瞪什么瞪？比眼睛大？切，我也不见得输给你。海童没好气的又是一钱袋子拍打过去。战印还来？是谁给他勇气对他动手的？他这是家暴。
我的车骑到半路，不知道怎么回事不会动了，不过是恰巧遇到了张念生。他是我好友沈小军的亲表弟，我和他认识的时间比你长啊，可以说他是我看着长大的。有这等交情存在，他看到我停在路边，便停车问我一声缘由，帮我请人来拖车去修，再送我回来。我们行得正，坐得正，光明正大的，怎么在你嘴里说出来呢？我们俩反倒像是偷情的人，见不得光啊。都说自己内心黑暗的人，看别人也是黑暗的。战先生是不是在外面彩旗飘飘，让我头顶上变成大草原，所以就这样看我？战印，他一时竟然无从反驳。战先生当初领证，你要是不愿意，可以直接跟我说，我又不逼婚。用得着领了证后一副我占了你大便宜的吗？协议是你写的，我半句不提意见，你让我签我就签了。你愿意在离婚后分房子和车子给我，那也是你的事。既然你把我想成了心机女，图你的钱，我不收下你的房子和车子，我还亏了呢。真到离婚那一天，他也不会要他的房子和车子。他嫁他不过是为了搬出姐姐的家，让姐姐能放心，这是他唯一的目的，并不图他任何东西。战先生总以为我想找好下家，婚内出轨，给你戴绿帽子。上次我陪小军去相亲，你看到我和蓝先生坐在一起，也是那样想的吧？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在吃醋呢。战印挤出话来，放心，我不会吃醋哟。你刚刚那样子挺像吃醋的。海童把话说清楚了，见他脸色也和缓了，心情转好，忍不住调侃他一句，浑身都冒着酸气，酸溜溜的面条里加醋的味道都不够酸。战印绷着脸，耳根却悄悄地红了起来，是因为他误会了海童而红，绝不是害羞，他战印怎么可能害羞呀？这是一个男人的尊严问题。海童喝了一声，这下子战印的俊脸都红了。我又不喜欢你，更不爱你，怎么可能吃醋啊？你只要不是婚内出轨，我管你和谁在一起。你不用反复强调你不喜欢我，不爱我，说的好像我很喜欢你，很爱你似的。咱们领证结婚不过是搭伙过日子啊。我也实话跟你说，我那是不想让我姐再因为我和我姐夫吵架，心急着搬出来，才会答应你奶奶与你领证，好有个住处的。要说企图的话，这就是我对你的企图，图你有套房，可以让我免费入住，省下一笔房租，更能让我姐放心。战印，他的房子比他本人有吸引力。他说不喜欢他，不爱他，说得很顺，但听他说不喜欢他，不爱他，他又觉得他的话说得很刺耳。我也不会婚内出轨，用你刚才的话说，半年后咱俩离婚。你真要赔我房子车子的话，我就住着你给我的房子，开着你给我车子，光明正大的去找男人，不香吗？何苦被你说我婚内出轨？战印，好半晌，他放低了姿态，向海童道歉。海童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他不占理，说他不过，唯有低头道歉。以后有什么问题，你直接跟我说，别像刚才那样反锁着门把我拒于门外。像你这种性格呀，以后娶了老婆是很容易闹矛盾的。要是你老婆也像你一样的性格，你们夫妻俩分分钟陷入冷战期，早晚得离婚。战印默了默后提醒他，我娶了老婆，你的性格和我不一样。他今晚是小心眼了，不如他落落大方。海童，你以后的老婆不会是我，我是说你以后的老婆。他都计划好半年后就离婚的，虽说他的协议里也写得很清楚，半年后要是他们俩还培养不出感情，产生不了爱意，就离婚。就他这样的心眼儿，那高傲的劲儿，他才看不上呢。虽然很多时候他做事很细心很体贴，让他有依靠的感觉。我没有喜欢的女人，正常就你眼睛长在头顶上，看谁都在算计你的心态。你能娶到我为妻，那是你家祖坟冒青烟了呀。战印，娶了她，他家祖坟都起了大火，快要炸裂了。没见过这般自恋的女人。行了，解释清楚，咱们误会澄清，你去睡你的吧。战印不喜欢他这样的说话口吻，不过最终什么都不说，
回了自己的房间，砰一声，用力地关上了房门。海童嘀咕：“你就算把门拆了，我也不心疼，这是你的房子啊。”